大家好，欢迎学习碧蓝牡丹。那么这节课我将跟大家仔细讲解牡丹花苞的画法。我们首先调颜色，我们所要用到的有玫瑰红，然后是牡丹红，还有一个是曙红。曙红为什么调曙红？因为我要把曙红和太青蓝进行调和成这个胭脂色，那么比例是1:2，胭脂多一些，太青蓝少一些，我们给它搅匀，现在就成了一个胭脂色。因为我胭脂色没有了，所以我只能这样调匀就可以。那么现在用到的就是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调色第一步，我们还是要调白粉水。这个白粉水呢，就是太白加清水加3氯一起搅匀，用毛笔一支干净的尖毫毛笔进行搅匀。搅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刮干一点。当然，如果你用的纸比较薄，那么我建议里面多调一些白粉进去，因为白粉有2个作用。第一个使我们这个笔顺滑，不炸毛不开叉。第二个，有了白粉，我们再调和其他的颜色，比如像这个牡丹红，有白粉调和，这个颜色会过渡的更漂亮一些，更均匀一些。那我们调色的时候要慢慢的调，调到整个笔肚子，从最浅的颜色开始调。牡丹红是红色中最浅的。第二个，这是玫瑰红啊，玫瑰红是红色中最浅的色系。那么牡丹红稍微深一点，我们第二个颜色就调牡丹红，调到笔的1/3的地方就可以，调均匀。不论我们调哪一种颜色，都是要调均匀。像画画都是由浅入深。好，我们放一边。那么我教大家画一些花苞。画花苞之前，我还是要教大家把各种花瓣画出来，通过花瓣画花苞。首先我们从这里开始画一个定位花瓣，笔全部握倒，从左往右推，笔尖不动，笔肚时在动就可以推出一个漂亮的花瓣。那么这个花瓣不是我想要的大小，我补一笔，我可以点，我还可以从左往右再推一个。你觉得这个还不是你想要的，你还可以继续推，从左往右推。这是一个定位花瓣，我们把它框一个圆。当然你熟练的时候你不用框圆。那么现在笔的颜色非常少，我们笔尖朝外，笔肚子下压2毫米，立刻拿出来。如果时间长，你的水分过大，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就会阴。所以我们调完了之后呢，回来继续补充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，最后画花心的时候用。我们现在还不用。我们调牡丹红的时候，这个笔要来回调。调的时候，你看在盘子里，这个颜色就是渐变的，那么画出来的颜色就一定是渐变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回调，把它调均匀。刚才我们只是画了一个定位花瓣，我们跟着这个定位花瓣，我们方向再改变一点，从上往下推一笔不够，我左边再加一笔，右边再加一笔。这个也是一个定位花瓣，1、2这2个花瓣是一样的，只是方向在改变。好，我们这个方向，我们再往左，笔尖朝左，我们往左画一个，这还是一个定位花瓣，一般由3笔组成。来，再加一笔。那么这个也是定位花瓣。来，继续补充颜色，调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还是要调均匀，多调一会儿。运动轨迹，这其实就是8笔定位法。我们继续向上、向左、向右，来，这里来一个向下，笔尖朝上。如果想向花苞向下呢，笔尖就朝上。
笔尖朝上，笔肚子下压，从左往右推，推出一个小花瓣，再补一个侧瓣，左侧呢再补一个。看这个花瓣要画成像这样波浪形，我们给它框出来。现在就是1、2、3、4，每一个方向上、左、右、下。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颜色，再画一个。那么上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方向的，也有了。画一个这个方向的啊，从左往右推一个瓣，2个瓣，我们也给它框出来。我们将会画5个花苞。那么从这里大家有没有了解到？你看，我们所有的花苞都从定位花瓣开始，定位花瓣也是我们这个花苞中的主要花瓣，确定了这个花苞的方向。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尽量的画大一点。那么从1、2、3、4、5这5个花瓣其实是同一个花瓣，只是它的运动轨迹发生了改变，角度发生了改变，所以它只是改变了方向而已，但其实就是同一个花瓣。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举一反三，这个是正的，那你就要想到左边、右边、下边是什么样子，每个样子要搞得清楚，先统一的把它画出来，框一个圆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画花苞。通常你要怎样达到自己所要的高度呢？检验自己是否学会了呢？很简单，拿一张白纸铺上，随便给自己画一个花瓣，让自己去把它完完全全的补成完整的花苞或者是花头。可以像我这个样子，你可以先从花苞开始。那我们现在就把这5个花苞完全把它补全。现在呢水分比较少，所以我必须要蘸一点白粉水，笔尖朝外，笔肚子下压2毫米，这个水分就足够了。紧接着呢，我们调我们的玫瑰红，这个玫瑰红是调满整个笔肚子，来回的调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再去调牡丹红，占1/3。我们调的时候也是要均匀的把它调匀，和玫瑰红进行调和。调和好之后，我们先从这个开始。这个是定位花瓣已经画好了，那它的方向是朝上方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变成一个圆。那么圆我已经用线已经画出来了，那么只是线画出来了，我们现在画圆，用花瓣进行画圆。这是右边的，往左边走，左边的圆往右边走，就是左边的方向往右，花瓣的运笔方向往右走，右边的运笔方向往左走。好，我们现在从左边开始画这个侧瓣，从上往下推，这叫推瓣、推笔。那么运笔的方式有3种，这是其中的一种。推完了一个瓣，觉得不够，不是你想要那么大小，我们就可以补一笔，补成这个样子。不是让你觉得小了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加一笔，这是第2笔。右边跟上了，那左边也要跟上。我们画圆，当然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这个圆的大小来画，因为我只是框出来给大家好理解。这个是侧瓣，侧瓣我要切一层，我必须在它的基础上再切一层，我们这个花瓣的层次才会更多一些。切出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上走，这一块就可以包好了。这是第1层，那这是第2层，第2层颜色稍稍比第1层深一点点就可以。我们继续切，那第2层的花瓣切好了，那我们还没有完全包起来，我们可以继续的画这个侧瓣，继续走，继续画侧瓣。如果你是零基础，一点不会，你就按我这个方法来，全部给它包起来。但是这个包呢，花瓣要错开，这个在上，这个在下，这个在上，这个在下，一层一层的去包。像这样的包完了，我们回去再补充颜色，还是调玫瑰红，调到整个笔上都非常滋润饱满，
接着再去调牡丹红就可以，还是调均匀。我们回来继续切半，这是第2层，我们现在切第3层。切的时候这个笔尖笔稍微倾斜一下，这一层就是切半内层就是要比外层颜色深一点，那我们才能切出来。那么再继续切一个，沿着它这一圈去切，切到这儿基本上是我们想要的，这个就已经切好了。剩下的这些白色的地方，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按色阶去调，先玫瑰红、牡丹红，最后需要调一点胭脂色，调一点点就够了，因为我这个胭脂有点蓝，调一点胭脂色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空白的地方把它正半切出来，这个是正半，这个地方也是正半，还有这个地方也是正半。那么这个1层、2层、3层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切，这个时候笔尖是要调一点胭脂色，继续这个正半切好了，再点颜色，再继续加一点颜色，继续再切一个正半。通常呢，我们画这种花苞，中间的地方呢要往内聚，包的紧，外面要有一点盛开的这种正半，颜色尽量加深一点就可以。我们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其实这里还可以画，这个画这一会儿就挡住了，我只能在这里加一个小的。那么花心的地方我们一样可以切一下，当然有时候花心你切的之前铺的颜色有点多，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想要，我们就用深一点的颜色去切，用这个牡丹红调这个胭脂，把花心切出来就 OK 了。切边上切完了，中间就可以平涂一下，中间涂的越深越好，因为中间是我们最后要画这个花蕊的，颜色深会显得花蕊更鲜艳更亮，所以我们通常会把中间涂的黑一点。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花苞的画法，要学会画圆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花苞。同时这个方向会画，那这个方向是不是也会画？这个应该也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继续画一下。那么这个跟这个画法是一致的，只是角度改变了。那么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就要把所有花瓣的角度全部画出来，再一个一个的去给它补成完整的花苞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开始补，这是一个侧瓣，我这边再来一个侧瓣，先把它包起来，也是包的完完整整的。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补充颜色，你看这个颜色现在有点少，继续加颜色，可以调厚实一点，因为这个属于半生熟的卡纸，卡纸上画这个颜色晕染的效果不太好，所以我们一般用颜料的深浅去代替。这个地方切的太光滑了，破一笔，这块也要切出来，破一笔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开始继续包花瓣，这个也是继续包。那么画到这里需要注意，我们内侧的花瓣的切瓣深，颜色要深一点，笔尖稍稍的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调深一点去切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切一下，一般画这种花苞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就差不多了，画4层。那么这个画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点区别，刚才这个地方我们是用反瓣去把它包了，那么这个地方我现在用正瓣去包，正瓣颜色深一点啊，用正瓣去包，看这个正瓣包出来颜色立刻就出来了。继续再补充一点颜色，把它补充的更完整一些，这样再补一层，这样切的就更深一点。那么中间这个地方我可以用这个颜色再稍微的再切一切，让这个层次更明显一点。这个花心这个地方就已经切出来了，紧接着呢，我们可以把外面的空白的正瓣多画一下，颜色呢调玫瑰红，调牡丹红，笔尖还是要稍稍的调一点胭脂，因为它毕竟是正瓣，颜色会深一点。那么画这个正瓣，我可以画1层，我还可以再加1层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正瓣的颜色稍微的要深一点点，
笔尖呢继续加深一点点，外面再加一个。通常画成这样的就特别可爱。那么外面呢要有凸出来凹进去，凸出来凹进去，凹进去。这个边上我们还是要给它加一个正版，还是要调玫瑰红、牡丹红，按照色阶去调厚实一点。笔尖还是要挑的，调一点胭脂。好，切一个正版出来，大大的，这样就切出来了。同时把花心给它切出来，切得更深一点。这颜色呢深一点没关系，再平涂一下，这样平涂一下就可以。这个样子就已经画好了。同样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花苞再补充一下，画法和刚才这几种是一样的，无非就是什么呢？角度在改变，这个朝上，这个朝右，我们上面这个可能朝下，这两个好像是一样，我们画一个。我们这个挨得太近了，我们这个不画，我们画下面这一个，我们把这个朝下的给它补出来。首先我们还是给它画侧瓣的，从上往下推，切第二层花瓣，这里还可以来一笔，切第二层，从这个地方呢要斜着走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要画侧瓣的，这个还可以画一个侧瓣，因为这个空间大，可以自由发挥一下。那么这个地方包起来画侧瓣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继续包。我运笔有点别扭，我们可以站起来。当你运笔方式不方便的时候，你就站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包好了。再继续切第二、第三层花瓣，这是第三层。笔尖还是要调一点玫瑰红，再调点胭脂，可以使颜色深一点点。因为我们是第三层花瓣，继续切第三层花瓣，还是继续调牡丹红，再调胭脂，把这个正瓣补出来。那补成这个样子就可以。那剩下的地方，像这个空白的这个空白，我们调深的颜色去切出来。这个颜色有点多了，这边呢也可以再切一笔，继续调色。这个时候水不够，我们蘸清水，不要白粉水了，因为我们要增加这个让它暗一点，所以加白粉水不能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继续加一层大瓣。有时候这个花苞可能长得不太规则一点，也是有的，切一下。当然下面呢你可以再补一个，下面再补一个大的，这里呢可以再补一个正瓣。补正瓣呢可以像这样有一点弧形，下边再补一个，这个花瓣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把花心填满。花心呢调牡丹红，再调这个胭脂，调牡丹红再调胭脂，把花心切出来，切完了之后涂一下就可以。那么这个就是花苞。那么我们刚才画了几个，1、2、3个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我们再把这个补出来。这种画法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学会举一反三，学一个花瓣，其他的全部能画出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补了，我们可以这样往外走，我们可以切一层，切第二层花瓣，这是。那这边呢往这儿走，因为那边没有地方了，再切一层，这是第三层，这个可以往这儿，尽量往这边偏一点，这也是第三层花瓣啊。第三层这个画到这里就差不多，我们可以补一个大正瓣，再切出它的正瓣，切出来，再补一笔。这是基本画法，这种画熟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画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。那么基础先打牢了，后呢才能变化。这个可以加一笔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笔。那么从这里切花心，切出来，先给它切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当然它外面还是可以加的，我们要调整一下它的造型，外面可以继续加一点，可以继续加一个大瓣。那么中间的地方调牡丹红，调胭脂，切出来就可以。继续切这个花苞，这样就差不多。后面看这个地方有点平，稍微的修一修。这个卡纸上画颜色要调粘稠一点，
水分不要太大，尽量让它粘一点。那么1、2、3画完了，我们接着同样的方法把上面这个补上，同样的方法继续补。这里面先都是从定位花瓣开始的，我们再画这个也是从定位花瓣开始，我们可以往左运笔，可以往外面来一点，左右两边同时进行，中间再切一笔，继续切。那么这个呢，你想要它层次多一点，你就多画一些，继续补充颜色。这是切第2层花瓣，继续切。首先就是让它包起来，无论是什么样的，先让它包起来。像这个包完了，我们可以画正瓣。那么画到最后越画越快，因为我们练习了很多方法，就会非常熟练。这个可能会画的大一些，继续再加。现在加的都是正瓣，正瓣颜色始终是要比反瓣深一点。再补一个小的，再补一个大的，下面还可以补一个。继续调牡丹红，调胭脂，把这空白的地方都补出来，再补一笔。外围的基本上画完了，再把中间的花瓣切一切。中间切的时候比外瓣颜色稍深一点点就可以。这种方法呢，一般上完了3节课，花瓣部分上完了，这个就能画出来。中心的地方用胭脂调，胭脂直接去切，切完了涂，平涂都可以。在外围的先切出来，切完了里面就平涂一下，花苞就画完了。那么花苞画完，我们需要给它画上花蕊、花心儿。那么花蕊、花心儿用什么去画？我们用这个藤黄，我们可以调一点3青，3青来画花心。我们这个毛笔洗干净，调一点3青，这就是3青。像这种呢，花心点一个椭圆，这也可以点一个椭圆，这个也点一个椭圆，平涂一个椭圆都可以。像这种小的就不用画像花头一样这么大，那么这种小的椭圆就可以了。全部画好了，紧接着呢，我们要调一点藤黄，这就是画花蕊，调点太白，再加太白调藤黄，画花蕊，太白调藤黄，搅匀一点。我们先从中间一个画开始画，先画左右两边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个画蕊头，画一组一组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再画左右两边的丁字头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一组一组的去画，再画这个，像这个有点下垂，我们先画它的蕊头，先点出来就可以，先点出左右两边的，画出这个蕊丝，再画下边的。实在不会画你就点完了之后把蕊丝拖出来，一根蕊丝对了一个头，这个地方呢它是在近的地方，所以蕊丝基本上看不见，我画大一点，基本上只能看到这个头了。这一组就画好了，我们再画这一组太白藤黄，太白调藤黄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般5根一组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5个一组。再画这个吧，蕊头有一些往内聚，你看这个往内聚，再画几条往外散开的内聚，再聚起来，这样就可以画好了。先画这个头，1、2、3，先把这个头画出来。下垂的因为不顺手，一般就把先这个头点出来，最后呢把蕊丝拖出来，拖出蕊丝来，拖出来，让最前面的这个基本上看不见了，画成这样就可以啊。5组，那么花蕊就画好了。那么这个一般在我的课程里学完了花瓣的运用、花瓣的认识、花头的结构，
之后，你们这种花苞就完全可以独立画出来，不需要去临摹。那么需要重点记住的是什么？定位花瓣1、2、3、4、5，可以有不同朝向的定位花瓣。其实这些定位花瓣其实是一个瓣，只是不同方向、不同角度的。我们练习的时候，把不同方向、不同角度的定位花瓣先全部画出来，框一个圆。你再用这个圆去画花苞，那么花头你就会了。花头无非就是在花苞的基础上继续再增加一些花瓣，让它变大一些就可以。这一节课已经把这个花苞的画法都已经完整的给大家讲解了。课后大家要多加练习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。感谢大家的学习，感谢大家选择了我尽我所能帮助大家，让每一个爱画画的朋友呢学有所进，不断的提高自我。大家买了课之后呢，要记得去给老师来一个好评。我先在此感谢大家。这节课上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